欢迎来到热点新闻频道，请订阅并关注以获取最新资讯。中餐厅9开播，别知笑丁禹兮猪肉翻车，这季笨拙才是最大看点。屏幕亮起，熟悉的旋律还未响起，许多人的心已经飘向了遥远的北非海岸，不是去旅行，而是准备围观一群明星在异国他乡开餐厅。这听起来像是一场华丽的冒险，而中餐厅第9季把这场冒险的坐标定在了风情万种的摩洛哥丹吉尔。这场酝酿了许久的非洲创业季终于在荧幕上拉开了帷幕。想象一下那个场景吧，地中海蔚蓝的海水拍打着岸边，远处或许还能瞥见撒哈拉沙漠边缘的苍茫。黄晓明店长带着他的团队，既有回归的老面孔，也有充满新鲜血液的新成员，踏上了这片陌生的土地。他们这次的任务不再是简单的经营一家固定店面，而是要玩点新花样，一边是飘在海上的游轮，一边是能移动的陆地餐厅。菜单的看当天捞上来什么海鲜，充满了不确定性。这设定本身就带着一股子折腾的劲儿，也让人好奇，这群习惯了聚光灯的艺人如何应对这份接地气的挑战。首播的镜头里，扑面而来的并非全是浪漫，初来乍到的兴奋很快被现实的冷水浇头。语言不通，环境陌生，从零开始的创业压力，像摩洛哥午后的阳光一样炽热灼人。节目没有回避这份狼狈，镜头捕捉到了合伙人们初期的混乱无措，甚至有那么点集体情绪崩溃的边缘。这种打工危机的真实感，反而成了节目最初吸引人的钩子。它不是预设好的剧本，更像是一场未知的生存实验，观众跟着他们一起摸索，一起紧张。看看这群人吧。丁禹兮作为新加入的副主厨，带着一股子初生牛犊的冲劲，手绘菜单，甚至尝试舞龙揽客，被调侃为中华小当家。他的热情可嘉，但也闹出了不小的笑话。精心研发的猪肉菜谱，完全忽略了摩洛哥当地进食猪肉的习俗。这个因文化差异引发的乌龙，在屏幕内外都成了忍俊不禁的瞬间。也恰好点出了跨国经营最核心的难题：礼节与尊重。沈月这次不满足于当个甜妹，扛起了美学设计和摄影记录的重任。她捣鼓的那些新中式造型，据说已经让不少观众跃跃欲试，想要同款。姜妍则把中式面点玩出了花，试图将摩洛哥的风景揉进面团里。翟潇闻和尹浩宇，一个负责融入当地的音乐舞蹈，一个凭借4国语言能力努力搭建沟通的桥梁。他们的语言错位互动，光看预告片段就充满了喜剧潜力。当然，还有稳重的林树威大厨，琢磨着如何用摩洛哥特色的塔吉锅炖煮出地道的中国风味。这阵容本身就是一幅文化碰撞的微缩图景。节目组显然想放大这种碰撞。舞龙表演，精致的非遗茶具，是来自东方的问候；而非洲古典激昂的节奏，沙漠驼铃悠远的声音，则是这片土地热情的回应。这种刻意的文化展示，是节目的亮点，却也暴露了它的软肋。首期就隐隐浮现出一些争议。那份精心准备的国内省份美食推荐地图，似乎功课做得不够扎实。江苏的代表美食里漏掉了名声在外的盐水鸭，浙江则推荐了本地人评价2极分化严重的西湖醋鱼，引来一些观众的吐槽，觉得节目组对地方饮食文化的调研可以再深入些。更引人讨论的是引入的高科技机器人服务员。初衷或许是噱头与效率，但在摩洛哥的高温下，这些金属伙伴似乎不太给力，频频罢工。这引发了不少观众的反感，
大家觉得，在这样一档主打人情味和烟火气的节目里，冰冷的机器反而破坏了那份人与人之间最质朴的交流温度。烟火气，不正是我们爱看中餐厅最初的理由吗？然而，撇开这些细枝末节的争议，中餐厅9的底层逻辑依然有其动人之处。他把一群背景各异的人扔到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，语言成了最大的障碍。所谓的剧本在真实的生存压力面前显得苍白无力。他们必须从零开始，找食材，学沟通，应对突发状况，解决内部摩擦。这个过程天然带着一种笨拙的真实感。丁禹兮从洗碗工一步步争取到副主厨的位置，其中付出的努力和偶尔流露的感性落泪，很容易戳中那些在职场打拼的年轻人。沈月化身怪力少女搬运重物的画面，展现的是团队里那份不矫揉造作的担当。这些细节不是演出来的励志，而是困境中自然生长出的微光。观众在屏幕前或多或少都能看到自己为生活打拼的影子，或者回忆起曾经在陌生环境里手足无措的自己。这份共情是节目最宝贵的财富。节目才刚刚起航，后续的旅程充满了未知。会员加更版、合伙人手记这些衍生内容，会像拼图一样慢慢补全他们在摩洛哥的完整图景。而非洲创业记这个主题最终能走多远，能否真正超越明星体验生活的层面，触及更深层的文化交融和创业精神，还需要时间检验。它能否在展示异域风情和明星效应的同时，真正沉下心来，捕捉到那些因为真诚合作，因为克服困难，因为文化间的笨拙靠近而产生的微小火花。这些火花远比刻意的冲突和预设的笑点更能打动人心。中餐厅9首播给人的感觉，它有瑕疵，有争议，但也充满了可能性。我们期待看到的不是一场完美的表演，而是一个真实的、带着汗水和笑泪的故事。看这群人如何在摩洛哥的阳光与风沙中，笨拙而又努力地搭建起一座沟通东西方的小小桥梁。哪怕这桥梁是用锅碗瓢盆和手忙脚乱堆砌而成的。毕竟，人间烟火最抚凡人心的，往往就是那份在混乱中依然努力生活、努力理解、努力靠近的真诚。